你是否也曾经在超市的蛋品区陷入沉思？眼前有一盒10颗装只要45元的平价鸡蛋，也有包装华丽，号称放牧有机，一盒上百元甚至数百元的高价蛋。两种鸡蛋外观似乎差不多，都是一颗颗椭圆形、白色或褐色的蛋，但价格竟能差好几倍。早餐店加一颗荷包蛋可能只收你10元、15元，为什么有些鸡蛋单价却高到像在卖黄金？难道这些贵松松的鸡蛋真的比较营养，或者它们来自人道饲养的幸福母鸡，所以物超所值？还是说我们花大钱买的所谓高级鸡蛋，其实只是交了智商税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鸡蛋价格悬殊背后的秘密，一次解答以上所有疑惑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鸡蛋价格为何差异这么大。影响鸡蛋售价的因素很多，包括饲养方式、蛋品处理与保存、营养强化与饲料成本，以及品牌产地等。接下来我们会一一说明。在此同时，也会破解一些关于鸡蛋的迷思，例如放养鸡蛋是否真的更营养？棕色壳的土鸡蛋是不是比白壳蛋更好？高价蛋吃起来有没有明显差别？别走开，精彩的分析马上开始。想象2只鸡的生活，一只住在宽敞的田园乐园，每天在草地上自由跑跳，享受日光浴，偶尔还能啄虫子吃；另一只则挤在拥挤的铁笼公寓，旁边是满满的室友，活动空间狭小，日子单调。前者产的蛋通常被贴上放牧鸡蛋或自由放养的标签，后者则是最普遍的传统笼养鸡蛋。可以想见，饲养环境的差异会带来成本上的巨大差别。传统笼养鸡蛋，在工厂化的蛋鸡场里，母鸡被养在一格格的铁丝笼中，每个笼子可能住着数只鸡，它们几乎全天待在笼内，空间仅允许原地站立或有限度活动。这种饲养方式的好处是生产效率高，集约化管理降低成本，一位饲养员既可照顾大量蛋鸡，鸡蛋收集也方便快速，因此传统笼养蛋往往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鸡蛋。缺点是母鸡活动受限，被迫终身在狭小空间产蛋，引发动物福利的争议。丰富化笼饲，有些农场在传统笼具中增加了栖架、巢箱等设施，给予蛋鸡稍微多一点点活动和表现天性的空间，这称为丰富化笼饲。鸡还是在笼子里，但环境比传统笼子友善一些，成本比一般笼养略高，价格也稍贵，但仍属较平价的范畴。平饲鸡蛋，所谓平饲，就是让蛋鸡离开铁笼，在室内大空间的地面上饲养。鸡可以在棚舍里走动，扑腾翅膀，虽然不一定能到户外，但至少没有关在笼子里了。平饲需要更多室内空间和电料管理，鸡群彼此接触也增多，需要防止啄屁等问题。由于饲养密度较低，管理成本较高，所以平饲鸡蛋价格通常居中，比笼养蛋贵一些，但比真正放牧的便宜。放牧鸡蛋自由放养，较高价位，这类鸡蛋来自跑地鸡，白天鸡只能随意进出鸡舍，到户外草地觅食活动。母鸡们可以尽情啄食昆虫和青草，过着较接近自然的生活。因为有运动阳光，传说这样的鸡更健康，产的蛋品质更好。放牧养殖需要广大的户外场地，饲养规模相对受限，而且必须防范天敌、坏天气等，因此生产成本高昂。一般放牧蛋价格昂贵，有的标榜牧场直送友善鸡蛋，一盒价格往往是一般蛋的几倍。有机鸡蛋顶级高价，再往上一级就是有机饲养的鸡蛋。除了要求鸡只非笼养可户外活动之外，有机鸡的饲料也必须是有机认证的，不能含有农药残留和基改作物，饲养过程中禁止使用抗生素、合成激素等物质。养有机蛋鸡几乎是给他们提供5星级待遇，从吃的到住的都特别讲究，
还要通过严格的第三方有机认证，这样生产出来的有机鸡蛋自然售价不菲，是鸡蛋中的贵族。一盒有机蛋往往价格最高，可谓蛋中劳斯莱斯。归纳一下，饲养方式越接近自然，越强调动物福利，蛋的价格通常越高。毕竟让鸡过好日子是要成本的，买贵蛋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为母鸡们的生活品质买单。然而话说回来，母鸡过得爽，蛋真的比较营养好吃吗？我们稍后再分析，先讲清另一个和价格息息相关的因素，保存与处理方式。除了饲养过程，蛋从农场到餐桌的处理方式也会影响售价。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蛋，有的放在常温货架，以纸盒或塑胶盒装载，也有的存放在超市的冷藏柜里，而且每颗蛋壳上还印着一串编码。这两种就是未经洗选的蛋和洗选蛋的差别。传统散装蛋、常温蛋价格较低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台湾市面上的鸡蛋多半以散装或一般纸盒装出售，没有特别的清洗杀菌与分级处理。从产地收蛋后，蛋商简单挑除破损和明显脏污的蛋，就直接出货到市场、小贩或杂货店。这类鸡蛋通常不经冷藏，放在室温架上贩售。由于蛋壳表面保有天然的保护膜，俗称胚膜，未洗的蛋在阴凉干燥环境下可以保存大约1到2周不易腐坏。传统蛋因为流程简单，成本低，价格也比较便宜。然而缺点是，有时蛋壳上残留些许鸡粪、羽毛或污渍，看起来不雅，也可能夹带细菌。如果消费者买回处理不当，例如蛋壳没洗干净就敲开，潜在的食安风险较高。洗选蛋、冷藏蛋价格较高，为了提升鸡蛋的卫生品质，近几十年来，业者与政府逐渐推广洗选蛋。所谓洗选，指的是将鸡蛋送进专业蛋品处理厂，经过一系列清洗、消毒、照蛋、分级、包装的流程。简单来说，每颗蛋会被机器刷洗烘干，紫外线杀菌，透过透光检查剔除血斑蛋、裂壳蛋，按照重量分级，最后印上溯源标示、产地牧场代码、产蛋日期等，再包装出售。洗选处理后的鸡蛋外观干净光亮，品质较为一致，而且因为过程保持了低温杀菌，全程冷链配送，保鲜期延长，冷藏情况下可保存到约30天。洗选蛋必须全程保持冷藏，这意味着从工厂、运输卡车到卖场冰柜都要有冷链设备，成本比传统散装蛋高出不少。此外，蛋壳一经洗净，天然保护膜去除，如果之后让它回到常温环境，表面易产生冷凝水，可能滋生细菌渗透蛋壳，所以消费者买回家后也得继续冷藏保存。这些额外的处理和储运成本最终反映在价格上。一般来说，洗选蛋每盒价格会比等同数量的常温蛋贵上几成。以台湾为例，全面洗选已经是未来趋势。早在民国70几年，就有蛋农合作社试水温推出台湾第一批机器清洗分级的盒装蛋。此后，陆续有品牌强调蛋品处理工序，建立起高品质形象。政府原本宣示要在2020年让市面鸡蛋全面洗选化，但因冷链设备等配套跟不上而暂缓。不过近年食安意识抬头，政策逐步推进，从2022年起，规定洗选蛋的蛋壳上必须喷印牧场代码、产地与保存期限等资讯。展望未来，洗选蛋将成为主流，消费者买到干净、安全、有标示的鸡蛋，虽然会多花点钱，但换得的是安心与品质保证。小结一下这部分，放在冷藏柜，盒上印有英文数字编码的，多半就是洗选蛋，通常价格较高，而常温陈列没有喷码的散装蛋，价格较便宜，但保存期限较短。买哪种要看你的需求，如果你注重卫生与保存时间，洗选蛋值得考虑，
但若你习惯当天新鲜买，尽快吃完，普通散装蛋经充分煮熟，也一样安全划算。现在进入重头戏，鸡蛋的营养价值，很多消费者买高价蛋，心里想的是1分钱1分货，贵的应该比较补，比较营养吧。这种想法其实很自然。然而，科学研究和营养检测的结果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贵蛋和便宜蛋在基本营养上相差无几。鸡蛋本来就是营养丰富的食物，不论价格高低，每颗蛋都含有优质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 A、B 族维生素 D 和 E， 以及矿物质如磷、硒等。蛋白主要在蛋清，脂肪和大部分维生素矿物质集中在蛋黄。那不同饲养方式或品牌的蛋，这些成分会差多少呢？先说一般龙丝蛋 vs 放牧蛋的比较，有一些研究曾分析过放养鸡蛋和工厂笼养蛋的营养成分。有趣的是，有的结果显示放牧鸡蛋的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 和 Omega-3 脂肪酸含量略高，而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略低，听起来仿佛放牧蛋更健康。可能原因是散养的鸡可以摄取多样食物，使得蛋黄中的某些营养素稍有提升，同时运动量大，鸡体脂较少，或许反映在蛋黄的脂肪形态上。不过千万别误会这差异有多大。权威检测告诉我们，便宜蛋和高价蛋在主要营养上几乎差不多。例如加拿大有一次针对市售鸡蛋的调查，他们买来最普通的廉价蛋和最昂贵的有机蛋，送实验室分析，包括蛋白质、脂肪、胆固醇以及维他命 A、D、E 和 Omega-3 等含量。结果显示，大多数测试项目中，平价蛋和高价蛋的营养值没有显著差异，甚至在同一品牌旗下，普通蛋和有机蛋营养含量也差不离。换言之，你花3倍价钱买的蛋，不会神奇的含有3倍的蛋白质或维生素，它们营养上都同属鸡蛋，本来就非常接近。那为何有研究提到放牧蛋的某些维生素较高？其实那往往是特定情境下的比较。例如，牧场鸡吃了更多绿叶和虫子，蛋黄维生素 A， 例如贝塔胡萝卜素转化来的，含量稍增。Omega-3 脂肪酸也可能因为鸡吃到亚麻籽或虫子而略增，但这些多出来的营养量对人体影响有限。因为就算放牧蛋某种维生素高了几十%，一颗蛋本来含量也不算非常巨量，你从日常其他食物很容易摄取到同等营养。因此，仅以健康营养角度看，多花数倍价钱去买放牧或有机蛋，性价比并不高。当然，也有特别强调营养强化的蛋产品值得一提。某些品牌会在饲料上下功夫，推出所谓机能鸡蛋，价格因此提高。例如 Omega-3 强化蛋，喂食富含 Omega-3 的饲料，如亚麻籽、鱼粉给蛋鸡，让所产的蛋黄里 Omega-3 脂肪酸含量比普通蛋更高。有实验数据指出，一颗 Omega-3 鸡蛋的 Omega-3 含量可能是一般鸡蛋的2到3倍。如果你平常不太吃鱼，又想增加 Omega-3 摄取，买这类鸡蛋多少有点帮助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鸡蛋再怎么强化，每颗 Omega-3 的量还是有限，远不如直接吃一份鱼来得高。价格上 Omega-3 鸡蛋通常比普通蛋每盒贵个2-3成左右，看你是否愿意为那额外的脂肪酸买单。叶黄素蛋、深色蛋黄，有的鸡蛋蛋黄颜色特别橙红，标榜含有更多叶黄素。这多半是透过在饲料中添加万寿菊花瓣、玉米黄素等天然色素或营养，使蛋黄呈现迷人的深橘色泽。深色蛋黄让人感觉好营养、好美味。其实叶黄素对视力确实有益，但一颗蛋的叶黄素即使翻倍，也不能取代蔬菜水果摄取的量。很多时候深色蛋黄只是视觉效果讨喜，营养价值上并没有比普通蛋黄高出一个量级。
这类强调特浓蛋黄的蛋可能也卖比较贵，但要知道颜色深不等于整体营养就高，别被外表迷惑了。维生素或矿物强化蛋，市面上还有号称富含硒元素的鸡蛋，或加了益生菌饲养的所谓机能性鸡蛋等等原理，和上述类似，透过饲料配方改变鸡蛋成分。营养师通常会提醒，营养素应该从均衡饮食获取，而不应过度迷信单一强化食品。毕竟鸡蛋再怎么强化，它也只是鸡蛋，不可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总之，如果你纯粹从营养摄取角度考虑，买最普通的平价鸡蛋已经足够提供丰富营养。便宜蛋和贵蛋在蛋白质、脂肪、主要维生素、矿物质上差异极小，不会影响你的健康达成或营养均衡。不要以为花大钱买了神奇鸡蛋就能补身，事实上你身体感受不到明显差别。倒是要注意烹调方式，无论贵蛋、便宜蛋，都应该充分煮熟，才能安全吸收营养。生吃蛋黄蛋清不但可能有细菌风险，生蛋白还含抗营养因子，会妨碍生物素吸收，反而对健康无益。所以别迷信生鸡蛋，生吃蛋是什么补品，营养师可是不建议的。除了营养，口感风味也是大家好奇的点。有人说土鸡蛋煎起来比较香，蛋黄比较浓郁，也有人说吃不出差别，全靠心理作用。那真相如何？鸡蛋的风味其实会受到饲料配方、鸡种品种、新鲜度等因素影响。贵的放牧蛋鸡可能着实天然草料与虫子，蛋黄中某些风味物质，例如类胡萝卜素、风味氨基酸含量和一般饲料、玉米、黄豆粉饲养的鸡有些不同。所以有些人觉得放养土鸡蛋蛋香味较浓，甚至蛋黄更 Q 更有弹性。确实有品尝测试发现，部分受试者能分辨出土鸡蛋 vs 工厂蛋在风味上的细微差异。但口味这种东西很主观，而且烹调方式对最终风味影响巨大。你用鸡蛋煎荷包蛋、炒蛋、烤蛋糕，差异可能被其他调味和高温处理掩盖。很多人在蒙眼测试时吃不出哪个是贵蛋，哪个是便宜蛋，反而是新鲜度比较容易影响口感。越新鲜的蛋，蛋白较浓稠，煮起来形状完整不易散，口感也较细嫩有弹性。放久的蛋水分流失，煮熟可能烧干，蛋腥味略重。所以与其计较鸡蛋贵贱，不如确保鸡蛋新鲜，来得实际平价的新鲜蛋，味道未必逊色于高价放牧蛋。此外，蛋壳颜色并非风味营养的决定因素，常见的白壳蛋、中壳蛋只是鸡种不同导致的壳色差异。一般白羽品种母鸡下白壳蛋，红羽或特定品种下棕色壳蛋。市面上土鸡蛋多半是棕色壳，让人直觉觉得红壳比较营养。其实白蛋黄蛋和红蛋黄蛋，有些土鸡蛋的蛋黄颜色偏红橘，在营养上也没绝对高下，只要喂食内容相近，它们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都差不多。不过，由于中壳蛋多数来自传统土鸡或放养鸡，它们的产蛋量较低，饲养成本较高，所以中壳土鸡蛋常常卖得比白蛋贵。价格差别不是因营养，而是因稀有性和市场形象。毕竟土鸡蛋听起来就比较厉害，对吧？但从科学检验来看，土鸡蛋并没有比一般鸡蛋有明显营养优势，有些指标甚至土鸡蛋还略低。例如，有检测发现土鸡蛋胆固醇还更高一点点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为了营养去高价买土鸡蛋，那很可能只是交了智商税。但如果你偏爱那风味或支持传统养殖，那另当别论。商品有品牌溢价，鸡蛋也不例外。我们常看到超市里名牌牧场的蛋，一盒动辄上百元，包装上印着牧场美景，老板坚持 ISO 认证之类的故事。品牌蛋通常来自大型现代化蛋鸡场或者特色小农场联盟，强调产地可溯源、品质控管。这些蛋在洗选包装上更讲究，每颗都有标志，
有的还贴心附上一张农场故事小卡。品牌建立信誉需要投入广告、行销、通路费用，甚至请代言宣传，这些成本最终也会反映到售价上。此外，品牌蛋往往声称在饲养管理上多有用心，例如饲料不含动物性副产品，不要抗生素，鸡舍环境符合动保规范等。这些看不见的品质保证提供了消费者安心感，因此价格也相对溢价。你买的不仅是一颗蛋，而是一份对良心农场、有机认证、动物福利的信任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超高价的蛋，价格未必完全反映成本，而可能是市场炒作或噱头。比方曾有媒体报道，日本某些号称吃蟹肉长大的母鸡所生的蛋，一盒数千日元，或者打着出生蛋，母鸡第一次下的蛋特别营养的说法卖高价。但多数这类传说都缺乏科学根据，只是满足消费者猎奇心理。鸡蛋界的奢侈品偶尔会冒出来，但我们日常遇到的大部分高价蛋，还是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实在因素支撑，饲养方式、处理方式、品牌保证等。只是在资讯不透明的情况下，消费者常搞不清楚差别，很容易被包装词汇弄得云里雾里。聊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营养差不多，那我每天吃最便宜的蛋就好了吗？从健康角度看，是的，一般人吃平价蛋完全足够，但在现实选择上还有其他考量。我们不妨以早餐店加蛋为例，来反思我们对鸡蛋价值的判断。早上买一份蛋饼或汉堡，如果加一颗蛋，通常只需10几元。早餐店老板为了利润，一定不会用什么高级放牧蛋，他们多半是跟蛋商大量批发最经济的蛋品。然而，我们吃在嘴里，依然觉得香喷喷，满足一整天的活力。这说明什么？平价蛋一样营养美味，支撑着无数人的早餐。不仅如此，在蛋荒或蛋价高涨时期，像2023年初台湾出现蛋荒时，蛋农批发价一度飙升，每台斤超过50元。虽然市面高价蛋平线，许多餐厅、早餐店仍努力找来源供应便宜蛋，只是把加蛋价格从10元涨到15、20元。即便如此，多数消费者也愿意加价，因为相比一整份早餐，它仍是值得的 CP 值选项。当蛋价回落后，一些早餐店加蛋价格却没有降回去，有人抱怨这是不合理，但也透露出一个事实，消费者对鸡蛋附加价值的敏感度其实不高。在能接受的范围内，大家愿意花点小钱满足口腹之欲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鸡蛋真的贵到超过心理门槛，大家自然就会精打细算，甚至可能减少购买高价蛋，改买便宜蛋。于是问题回到我们最初的疑惑，那些高单价的蛋值得吗？或者说，他们究竟是不是智商税？这要看你购买他们的理由是什么。如果你买贵蛋是因为相信他们营养远胜普通蛋，那多半是误会了。正如我们讨论的，营养价值并无显著差异，买超出实际营养价值的昂贵蛋，等于花冤枉钱，这部分可以算是交了智商税。尤其那些被渲染的神乎其神的概念，例如出生蛋特营养、层层饲养法，使鸡蛋有治百病功效，很可能只是商家行销话术，听听就好，不要太认真。如果你买贵蛋是出于食品安全与品质考量，那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洗选蛋经过严格把关，更干净、安全、冷藏、保存期长，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虽然传统蛋只要新鲜，煮熟也很安全，但对于讲究的人或特定族群，孕妇、小孩、免疫力弱者，愿意多花钱买洗选蛋、品牌蛋以降低风险。这并非智商税，而是风险管理的支出。如果你在乎动物福利和环境永续，选择放牧蛋、有机蛋，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。你付出的高价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支持更好的畜养方式，让鸡有自由走动的空间，吃天然饲料，
少受虐待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贵蛋的溢价是一种伦理上的投票，支持负责任的农业。对你而言，这钱花得有意义，就谈不上什么智商税，而是你心甘情愿为理念买单。如果你只是为了尝鲜或追求风味，愿意偶尔买一盒土鸡蛋，放山鸡蛋来试试，这也无妨。人生在世，饮食也是乐趣之一。有的人觉得昂贵，鸡蛋煎起来确实比较香，心理满足感高，花点钱买开心也可以理解。这跟有人爱喝精品咖啡、单一麦芽威士忌一样，是一种享受型消费，和智商税无关。毕竟价值不仅是营养克数能衡量的。综合以上讨论，我们可以得到结论，鸡蛋价格差异虽大，但贵的比较营养这件事基本上是迷思。高价蛋主要贵在饲养方式更友善，处理方式更讲究品牌信誉及行销成本。对营养成分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如果你的预算有限，大可安心选购平价蛋，它们同样是优秀的蛋白质和营养来源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只要注意挑选新鲜、来源可靠的蛋，煮熟吃就很安全健康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必一竿子打翻高价蛋的价值，它们存在即有其市场需求和意义，特别是牵涉动物福利、环境永续的有机放牧蛋。如果经济许可，支持一下未尝不可，只是要记住，那是为了更好的农业生态和鸡的幸福，而不是为了你自己能多吸收多少营养。最后，用一句话来比喻，平价蛋是实惠的大众旅馆，贵价蛋是豪华度假村，两者都能让你睡一晚。差别在于服务和体验、鸡的待遇、产品处理。你不会因为住了度假村就变得身强体壮，也不会因为住便宜旅馆就营养不良。选择权在你手上，是要经济实惠还是追求附加价值。希望今天这番深入解析，让你在面对琳琅满目的蛋品时，不再困惑于价格高低。买蛋之前，想清楚自己最重视的是什么：钱包、健康、安全还是理念？理性选择，才能避开不必要的智商税，同时也更加珍惜每一颗来之不易的蛋，不管它贵或便宜，都凝聚了农民与母鸡的心血。下一次打开冰箱拿蛋时，你会更明白这颗蛋的价值所在。祝大家都能聪明吃蛋，吃得开心又安心。